太阳系的家庭又添一员，科学家们宣布，我们的宇宙邻居中出现了一位神秘的新来者，一个被掩藏在茫茫宇宙深处，直到最近才露面的天体。就在地球轨道遥远的边缘，一群细心的天文学家通过长时间的观测与数据比对，终于揭开了一颗此前从未被人类发现的矮行星的面纱。它就像一位在黑暗中静静行走的访客，悄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科学家为它命名为2017 OF201， 而一旦研究人员注意到它那条既偏心又离群的轨道时，所有目光立刻聚焦于此。它的运行方式似乎与已知的太阳系规律格格不入，像是在诉说着某个宇宙深处尚未被揭示的秘密。这个冰冷沉默的天体仿佛在用一种难以想象的节奏前行，它绕太阳一圈竟需要整整25000年，相当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度。它的轨道不仅极度偏心，最远处甚至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远了一些600倍，轨迹横跨了冥王星轨道前方，一直深入到太阳系边陲的幽暗地带。不过故事远没有结束，它的发现只是揭开了谜团的第一层，接下来的线索更是令人振奋。它的出现不仅本身充满奇特性，更为一个困扰科学界多年的失踪行星谜题，也就是第9行星的存在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答案，甚至有望成为我们揭示这颗假想行星秘密的关键一步。所以如果你也对宇宙的奥秘抱有一丝好奇，想了解这项重大发现背后的科学意义，以及它如何可能揭示我们太阳系中一个隐藏已久的幽灵行星的蛛丝马迹，那就千万别走开。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改变您对宇宙家园的认识。在多数人对宇宙的印象中，太阳系的边界似乎就在第8颗行星，那颗湛蓝神秘的海王星之后，仿佛再往外就是茫然的黑暗与寂静的虚无。虽然海王星作为已知的第8颗行星的确是目前我们确认的最远的大行星，但科学研究早已表明，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太阳系在此画上句号，它的边缘远比我们曾经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在海王星轨道之外的遥远区域，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名为奥尔特云的假设，那是一个浩瀚无垠、包围整个太阳系的球状区域，据信是许多长周期彗星的诞生地，仿佛宇宙在黑暗中隐藏的冰雪储备站。在奥尔特云之前，在距离太阳大约30个天文单位的位置，有一个更加临近的区域，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柯伊伯带。这片宛如宇宙碎片的碎石带，同样属于太阳系的一部分，仿佛是一道隐形的围栏，在行星王国之外守护着无数未知的小天体。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遥远的天文距离，这里补充一点知识：一个天文单位简称 AU， 是指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约等于 1.5亿公里，也就是光速需要8分钟才能穿越的长度。在宇宙测量中，这是我们理解广袤空间的基本单位。柯伊伯带不仅在结构上与奥尔特云有相似之处，它同样被视为众多短周期彗星的老家，是一个充满冰冻碎块、古老岩石和尘埃的巨大仓库，里面藏着太阳系形成早期的原始物质，是探索宇宙历史的化石层。其实我们人类对柯伊伯带的了解并不算早，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家才真正用望远镜观测到了它的存在。在那之前，它还只是理论中的一环。如今我们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所隐藏的谜团依然层层叠叠，像一扇宇宙深处尚未完全开启的大门，等待我们逐步解锁。归根结底，我们对这些远离主行星轨道的海王星外天体知之甚少，哪怕是最先进的望远镜，也只能捕捉到它们中的极小部分。就像在深夜海边寻找贝壳，我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浪花中浮出的几个而已。然而，就在这些稀疏的线索之中，天文学家们竟然发现了一个颇为惊人的共同点：这些远方的天体轨道好像都偏偏朝向了某个特定的方向，就像有人在宇宙中刻意摆放的一样。根据这个意外的模式，研究人员发现，一些天体似乎扎堆出现在柯伊伯带的某块区域，它们轨道的形状和方向都像是被某种隐藏的力量所指引，这显然不是自然的巧合，更像是另有原因。虽然这种聚集轨道的现象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答案，但部分科学家已经提出一种令人兴奋的解释：或许在我们尚未发现的遥远黑暗地带，
真的存在着一颗类似海王星大小的未知行星，它的巨大引力正悄悄地塑造着这些小天体的轨迹。这也正是第9行星假说的由来。关于第9行星是否真实存在，这在天文学界掀起了持续的激烈争论。有人坚信它的存在是解释轨道异常的唯一合理答案，也有人则持怀疑态度，认为一切不过是偶然。但不容忽视的是，最近在太阳系边缘的发现已为这场讨论注入了新的燃料，这或许是我们寻找那颗隐形行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突破性的发现背后，是一支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年轻科学家程思浩博士带领的研究团队。他是一位在国际天文学界逐渐崭露头角的华人学者，凭借扎实的数据分析和敏锐的洞察力，带领团队打开了外太阳系探索的新篇章。他们研究的是由智利布兰科望远镜使用暗能量相机拍摄的大量深空图像。这种相机对微弱光源极其敏感，研究人员就在这些图像中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光点，它的位置在2014到2018年间悄悄发生了位移，暗示它并不是恒星，而是一个在运动的天体。分析进一步确认，这个神秘光点的运动轨迹并不规则，而是一条高度偏心、跨度巨大的椭圆轨道。也就是说，这个天体的运行方式相当不寻常，远远超出了普通小行星的运动范围，它显然是某个前所未见的遥远天体。为了验证这一发现，研究人员翻查了另一组由加拿大、法国、夏威夷望远镜所进行的天空巡天数据。令人振奋的是，他们在历史图像中再次发现了这个天体的身影，证明它并非偶然误判。这意味着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人，一个此前未被记录的大型海王星外天体，它的存在正式获得确认。虽然仅凭这颗神秘天体的发现本身就足以登上新闻头条，但故事并没有止步于此。实际上，它的轨道特征和物理属性让它成为了冥王星这个前行星的奇特远亲，而更激动人心的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去揭晓。这颗后来被正式命名为2017 OF201 的矮行星之所以迅速在学界引起轰动，是因为它拥有2个非常特别，几乎可以说是违反直觉的特征，让它从众多天体中脱颖而出。第一点，它的体型让人啧舌，大约有700公里宽，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开车到上海的距离。这在海王星外天体中算是非常可观的块头，更让科学家对它的起源产生了浓厚兴趣。如此庞大的体积使它成为目前已知在太阳系边缘区域里第2大的天体，而它稳定而均匀的亮度也意味着它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外形，这正是成为矮行星的关键标准之一。因此它被正式列入矮行星之列，也让它在浩瀚天体名录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根据天文学家的测算，2017 OF201 的质量足够大，足以在自身的引力作用下把它塑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结构。换句话说，它已经达到了星球自我雕刻的程度，这也是科学界定义矮行星的关键条件之一。而这颗天体之所以真正令人惊叹，还因为它的轨道实在是太不寻常了，不像我们熟悉的行星那样绕太阳运行的井井有条，它的轨迹是一条极端拉长的椭圆，就像一条被拉扯到极限的橡皮筋，把它带到了太阳系的边缘与深空的交界处。要知道，它离太阳最近时也还在冥王星轨道附近，大约 44.5 个天文单位远，但最远的时候它却飘得老远，竟然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600多倍。这几乎相当于深入到了太阳系的冷宫，是我们日常观测范围之外的超遥远区域。这么夸张的轨道长度也意味着，这颗矮行星完成一次绕太阳的旅程就需要整整25000年。换句话说，自从人类开始种植麦子到我们今天坐在屏幕前，中间它还没转完一圈，简直像宇宙中的慢旅行者。但幸运的是，正因为它此刻恰好经过离太阳较近的路段，才刚好进入了我们的望远镜视野。这不仅验证了科学家的判断是正确的，也说明他们抓住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要知道，它在那条漫长轨道上，绝大多数时间都远离我们目光的触及，只有不到1%的时间，它会靠近到我们可以看见的范围。这样的相遇几乎是天文级别的好运气。换句话说，我们能发现它，
完全是因为它正好刚刚经过离太阳和地球最近的位置，就像一个偶然靠近岸边的漂流瓶，才让我们有机会读到它瓶中的信息。如果追溯它最近一次靠近的时间，竟然是在1930年11月，而巧合的是，也正是在那一年，冥王星被人类首次发现。两个彼此遥远的冰冷天体，竟在时间线上留下了如此神秘的铜矿，这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而自那次近距离擦肩以来，它已在宇宙中静静行走了近100年，穿越了数十亿公里的空间，远离地球，慢慢隐没在黑暗中。如今2017 OF-2010已离我们越来越远，目前它正处在大约 90.5 个天文单位的地方，差不多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90倍远，成为我们仍能用可见光望远镜观测到的太阳系中最遥远的天体之一。也正因为它还在反射阳光，这才让我们能在浩瀚夜空中找到它微弱的踪影。要知道，能在这么远的地方看到它，已经是目前人类天文学的技术奇迹之一了。当然，它会很快淡出我们的视野，越来越暗淡，但它的出现就像一块拼图，让我们在寻找第9行星的巨大迷宫中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带来了更多值得深挖的线索。一方面，这次发现让科学家们重新评估柯伊伯带的潜力，有人甚至推测，像2017 OF-2010这样大小、轨道相仿的天体可能多达100个以上，它们就像在黑夜中潜伏的星际兄弟，尚待我们一一唤醒。不过现实却相当残酷，由于这些天体实在离我们太远、太暗、太慢，即便是最灵敏的设备也难以一一识别，它们大多数仍然藏在宇宙的黑暗之中，对我们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这颗看似不起眼的小天体可能为揭开第9行星之谜提供了关键线索。它的轨道方向与众不同，就像是天文数据中突然跳出的一行红字，引发了科学家们新的推理与假设。那么问题来了，在太阳系那片遥远的黑暗中，究竟是否真的藏着一颗我们尚未发现的巨大行星？这颗第9行星到底是科学的必然推论，还是宇宙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我们目前手上的证据大多是间接线索，并没有望远镜直观地拍到这颗星球的影像。我们更多依赖的是数学模型、轨道异常，以及类似2017 OF-2010这种奇怪天体的行为，来推测是否有一个隐形的重力源在影响它们。具体来说，科学家们观察到，在柯伊伯带这片寒冷的边疆中，有一群小天体的轨道竟然异常一致，仿佛它们都被某种看不见的手牵引着，指向同一个方向。这种轨道聚集现象不太可能是随机发生的，这些小天体的轨道近日点几乎都集中在一个大约60度的扇形区域内。想象一下，就像一群船只在广阔海面上偏偏都选择驶向同一个角落，让人不得不怀疑海底是否有某种引力中心。而就在大家都在分析这60度聚集现象的时候，2017 OF-2010横空出世，它的轨道偏偏不走寻常路，完全离群独行，成了这群轨道兄弟中的异类。具体的讲，2017 OF-2010最靠近太阳的那一点，也就是它的近日点方向，达到了306度，这比大多数类似天体的方向整整偏了好几圈，仿佛它是从另一个宇宙势力圈赶来的，完全不受那股假设中第9行星的影响。这一下子就引起了天文学家的高度关注。如果这颗天体不受第9行星的重力控制，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假设出了问题？还是说，我们对那颗假设行星的位置、轨道或大小理解的还远远不够？换句话说，2017 OF-2010这样的轨道特征，究竟是支持第9行星的存在，还是在无声地否定它？这是一个直接挑战第9行星假说核心逻辑的科学问题。如果那颗被假设为海王星大小的行星真的在外太阳系坐镇，它的引力不可能无动于衷地放过2017 OF-2010。那为什么它的轨道看起来完全没有受到影响？难道它从未进入第9行星的势力范围？这个问题也正是程思浩博士和他的研究团队最感兴趣的。他们立刻着手进行更深入的模拟和计算，试图用各种模型还原第9行星和这颗矮行星可能产生的引力关系。
程思浩不满足于仅凭直觉判断，他和团队运用先进的计算模型，从多个角度模拟了假设中的第9行星如何可能在过去与2017 OF201 发生过引力交互，力求找出那些或许早已在星轨中写下的痕迹。研究的结论很直接也很明确，如果宇宙中并不存在那颗神秘的第9行星，2017 OF201 就会稳稳当当地在它现在的轨道上运行，持续亿万年，像个不受干扰的太空漂流者，自顾自地环绕太阳前行。但如果第9行星真的存在，并且它那强大的引力真的曾经与2017 OF201 擦肩而过，那么根据模拟，它的轨道会被拉扯得越来越偏，最终甚至会变得危险地接近海王星的轨道，进入一个充满引力风险的区域。那样一来，这颗矮行星的命运将注定悲惨，它可能在10万年内就被甩出太阳系，成为一颗真正流落宇宙的孤星，再也无法回到我们的星系家庭，这也被称为引力弹射。所以从目前的数据来看，2017 OF201 的存在本身似乎与第9行星假说有些对不上号，它就像一个异类，安然无恙地存在于一个本应被扰乱的轨道上。科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个曾看起来颇有说服力的理论。基于这些模拟结果，天文学家们的观点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他们逐渐倾向认为，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巨大行星确实存在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前想象的要小了，或者至少我们对它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9行星这个假设彻底被否定。科学总是这样，即使证据减少，也不能完全排除某种可能性，它依旧可能藏身在我们还未搜索过的那一片星海中。而令人振奋的是，如果它真的存在，如今的计算与模型分析已经为我们圈定了它最有可能出现的位置。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拿到了藏宝图，接下来就看有没有能力找到那枚最珍贵的硬币了。这一乐观的判断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2位重量级科学家麦克·布朗和康斯坦丁·巴蒂金。他们花费多年时间测试了各种模型，运行了成千上万次模拟，才绘制出一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确的第9行星搜寻地图。更具体来说，科学家们在建模过程中假设了各种可能的情境，他们模拟了不同质量、不同大小的第9行星，有的像海王星那样巨大，有的则只略大于地球。同时，他们也将其他潜在因素纳入考量，比如太阳系早期形成过程中的扰动、星际环境的干扰等，试图精准地描绘出一条最符合观测数据的可能轨道。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寻找那条能最好地解释目前观测到的11个远距离偏心轨道天体行为的轨道路径。换句话说，哪个第9行星的设定最能把这些离群轨道的谜题一一解开。经过无数次模型跑图与比对分析，科学家们终于得出一张极具价值的宇宙地图，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清晰地缩小了搜索第9行星的范围，为未来的观测和搜寻工作提供了明确方向。如果这颗假设中的行星真的像海王星一样庞大，其质量大约是地球的6倍左右，那么根据模拟，它的轨道半长轴，也就是绕太阳一圈的平均距离，会达到惊人的380个天文单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冥王星的范围。在这种设定下，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就像一条被拉伸的巨大椭圆，在最近时距离太阳约300个天文单位，最远时则拉伸至450个天文单位，穿梭在太阳系边界与星际空间之间，仿佛是介于家门口与星海之间的边境守望者。但如果这颗行星其实只是略大于地球，质量大概是地球的 2.2 倍，那它的轨道可能就会更加靠近太阳，甚至有机会在约85个天文单位的位置穿行而过。也就是说，它其实可能比我们原来设想的更近、更小、更难被发现。不仅如此，模拟还显示，这颗假设行星的轨道与太阳系大多数行星的轨道面之间存在约16度的倾斜角。这个倾斜角度虽然不大，却可能是关键线索，帮助我们区分出哪些天体受到了它的影响，哪些没有。那么，它现在到底在哪儿呢？这可能是所有天文学家最想回答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我们正像是在浩瀚宇宙中寻找一根几乎不发光的针。遗憾的是，即便假设它确实存在，
我们目前也无法100%确定它的具体位置。就像玩拼图游戏，最后一块一直找不到，也许它早就在眼前，只是我们还没有看懂那片图案。不过，有一部分研究者猜测，这颗行星现在可能正处在轨道上最远离太阳的位置，也就是它最躲起来的时刻。这也意味着它非常暗，非常慢，几乎隐身在恒星背景中，难以辨认。能不能找到它，不光取决于它到底离我们多远，还要看它到底亮不亮。如果它表面能很好的反射阳光，那我们就有希望在望远镜中捕捉到它的一点微光。但如果它表面黑暗，吸光，那它就很可能继续藏匿在星空深处，默不作声地绕着太阳前行。而且因为它的轨道太大太远，它在星空中的移动速度极慢，几乎静止在背景恒星中间，这就像在夜空中找一个不眨眼的微光点，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不过也有好消息，如果这颗行星恰巧表面明亮，反光强，它可能早就在我们之前的观测图像里露脸过，只不过因为它太慢，太不起眼，我们还没注意到它的存在。事实上，这场宇宙探险并不是科学家的专属任务，你我也可以加入其中，一起寻找这个太阳系中可能还未被命名的新成员。只需要一点耐心、好奇心和一点点眼力。自2017年起，一个名为 Backyard Worlds 的公民科学项目正在悄悄进行中。全球各地的志愿者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天文望远镜的历史图像，寻找那些可能移动过的微弱光点。也许下一个揭开第9行星神秘面纱的人，就是坐在电脑前的你。